什么事呢？后来医生诊断结果说他是肺塌陷哎，哇，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哈？到底致命的关键在哪里？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哈。我们来看看下一张，我先请教一下艾雅啊，你觉得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门窗紧闭不通风，第二个是长时间久坐不动，第三个是室内空间过度加湿了。你觉得是哪一个？天哪，我刚刚觉得好像在讲我的故事哦。你三个都有吗？对呀，我觉得应该是 B 吧。久坐不动，为什么？这三个感觉就是缺一不可，因为久坐不动，我觉得是也会影响心肺的功能，因为你没有让肺部跟心脏都在持续的运动当中，因为你一直停着不动的话，很容易会让你的身体的功能没有办法自主正常的活动。我就想说，哎，是不是因为不通风啊，或是因为这个好像是室内过度加湿哈？那其实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有点迷惑嘛。那我们接着就要请郭医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到底呢致命的关键因素在哪里呢？其实刚刚我们看影片，他其实有说到说他没有咳嗽，可是他有发烧，然后后来越来越喘了。所以这样听起来蛮像是一个肺炎的状况。肺炎的状况这么严重哦？对，那肺炎当然有没有可能跟这些有关系？其实可能是有的，因为当我们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就容易细菌就会跑进来我们的身体里面，就容易造成发炎。是，对。那发炎的时候，那些痰啊，可能就塞到我们的气管里面，然后就造成肺塌陷了。对，所以它到底是什么问题？主要是因为不通风，还是过度加湿，还是久坐不动？我觉得可能都有，会喘的时候赶快就医，就不会到最后是倒下来。所以呢，这个肺功能到底好不好，我们自己也要知道啊。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平常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肺功能的检测哦。一起进入今天的身体警示灯。好，接下来身体警示灯哦，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对不对哈？接下来我们的医师就要帮大家来测一下，在现场所有人大家的肺活量到底怎么样。是。好，那我们要做这个测验是怎么样做呢？好，我们今天会有根管子然后里面会有那个保鲜膜做成的球。教练跟艾雅已经准备好了。其实它需要的是集中的力气吹出去，所以要吹得好，大概有3件事情哦。第一个是你的气管不能有阻塞，所以你如果气喘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就会吹不出来，吹不好。第二个是呢，应该没有啊，你的肺部的那个呼吸的肌肉要够强壮，要够强壮。那第三个是你肺部要够有弹性，才有办法在短时间内一下吹出这么多。是，可是教练跟艾雅手上拿的这个就是保鲜膜那个管子，两个人的那个粗细不太一样啊，这有差吗？会有差，影响吗？这个一定会比较好吹，哪一个细的？细的会比较好吹。那为什么你拿这个？艾雅先来吹吹看。哦，好难哦，我现在那要站在那个零的地方，然后看它到底吹多远呢？哎呀，天哪，我可能还没办法够得到那个数字吧。来，艾雅，加油加油！好紧张哦，用力吹。哎，他这样吹，这样 OK 吗？你先试试看，试试看。等一下，好，等一下，这样子我你的借我好了。好啦，对，感觉很像暗器耶。哎有哎，整个就是多了，好不好？这个比较准啊。我说明一下，其实我们在做肺功能的时候，其实就是拿类似这样的管子，然后就含住，会整个含住，然后吸气，然后用力吐气，吐到没有。其实这就很像我们在做肺功能。对，所以是真的可以用的哈。对。好，那教练应该要不要试试看？教练用大的，细的很好吹。好了，那教练用大的。我怕教练会气功教练耶。瑞姐，你要负责把他这个 catch 一下。要小颗一点，不然它会卡住。没有，我试试看好了。好，试试看。要含住。你现在是用气功吗？我先用一般的看看。好，我这怕变吹剑哎。哇塞，教练还是厉害，教练真的厉害耶！而且教练没有含住，他是我含住了。不是你旁边感觉有风，但是整个人有一个气。对，所以他的肌肉应该他会控制他的气，是，他会控制他的气。好，那艾雅还要做第2个测验哦，要不要回座跟我们月玲姐 PK 一下哦？我今天真的是认真的，认真的哦，好来问诊哎。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是气球的测验，对不对？你吹气球一开始的吹的时候，你要克服一个很大的力气，所以它跟你的气管有没有阻塞，然后跟你的肺部肌肉也是非常有关系。然后它可以吹到多少，又跟你的肺活量有关系，所以这又多了一个肺活量。是，一口气吹到完。那如果你需要吹到10秒，那代表说你气管真的有阻塞了。可是那你给我再长的时间，我也吹不起来，怎么办？哎，这不拉松一点的话，会比较。我们试试看嘛，对，作弊。好，来哦，然后开始哦，倒数哦，开始，6、5、4、
好，停。哇，瑞玲姐不错哎，。瑞玲姐赢了啦。不错不错。也不哎不错，你吹起来啦。我有吹起来，我已经觉得不错了，我不在意输对，赢。不在意大小。对对对，至少吹起来我们等一下哦，先等一下，我们要给医生量一下啊，这个半径也是有学问的哦。好，观众朋友在家里面也可以自己试试看。我的应该超过了吧？有，其实这是有超过的。这个半径，这个这样是可以的，就大概是到最外面了。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艾雅这个就很小，就真的有点艾雅再量一次，我们再看一次，还是再多给他2秒再给我。吹一次好不好，不行啊，不然这看起来很小哦。它应该在球里面呢，它在最里他面。在里面。那我再给我吹一次，不管所以他在里面啦，所以他真的要去做一下非功能检查。我觉得真的需要。那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这种个体差异其实都，这是就有啦，但是可以。女生的肺活量是不是比较？有啦，他有。我没有那么惨了。他刚说不是因为我不太会吹气球啦，我试着吹看，它有比较松一点的。他为了不要去医院，你知道吗？不过这样卖力不过其实啊，像这种检测个体差异都会差蛮大的，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先试一下你自己最好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你下次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再试试看。如果真的差很多，就可能要就医了。哦，好，对对对那我们接着要请我们的教练是出来哈，还有医师，我们要来测量一下教练的呼吸深浅度，因为我们教练是气功教练嘛，是哦，所以这个呼吸深浅到底要怎么样测？其实呼吸深浅啊，它可以透过我们量这个我们呼吸的这个劲，就是这个劲有没有变大缩小，其实它代表我们的呼吸的效率啦。那要怎么测量呢？其实观众朋友在家里面也可以请家人帮你试试看啊，我们就请郭医师帮大家示范一下。好，先吐气，对不对？把气全部一口气吐完。对，好，看看这个胸围到底多少。好，它这个地方大概差不多在86的地方。 86。哦，这个是完全吐完气的时候。那我们等一下看它吸气可以吸到多少哈。好，好，接下来教练要吸气，要吸饱，对不对？吸到最饱。用你的肺部吸，用上面吸。好，稍微憋一下气哈。好，现在看起来这样子大概有到94，哇， 94。 86到94， 94，所以大概多了8公分。 8公分。 8公那这分的水分。样子的话还可以吗？这样代表说呼吸是对深呼吸，对对对，代表说他那个他蛮会运用上面来呼吸的。哦，所以有差哎，对对对哎，是不是对对对唱歌的人也比较会这个可以肺活量比较好？可能要需要，对，这个地方要对有。那也要多做一些有氧运动。观众朋友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谢谢两位。好，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瑞玲姐啊，据说你还有肺部纤维化过，这怎么回事？对，所以刚刚我一个医生跟我讲说，我吹气可以达到标准，其实我有点吓一跳，你知道吗？真假的对，因为我肺部大概在15年前，然后我得了2次的肺结核，就是 TB。肺结核是很可怕的，就是你会不断的在咳嗽，但是你不知道咳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是一个传染病。好，然后所以那时候15年前的时候，然后一被传染，我就直接送到负压隔离病房去。住多久？住整整1个月。好严重哦。对，那1个月真的是很难熬。为什么？因为你腹部、你的肺部会开始慢慢的积水，好，然后开始就是整个都泛白。那个时候呢，医生要拿一个很长，我记得那个针超长的、超粗的针，从背上面去抽那个水，不断抽那个水，对，然后抽完之后就用沙包去压它嘛。你知道我是边抽边哭，天哪！因为那很难过，因为你知道是有一个他也没有办法打麻醉药，什么都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硬抽下去。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住了1个月之后，然后吃了9个月的药，因为我们是属于开放性的肺结核，所以必须住在负压隔离病房1个月，一直等到它已经是 close 是封闭性的，我们才可以出院。然后但是出院没有那么简单哦，因为每一天都有人来会发药给你吃。因为他要确保你把这个药吃进去，吃了整整9个月。好了，9个月我觉得很好，应该就没大事了吧？结果呢，大概超过1个月之后，停药1个月，我又得了肺结核。不是，我又被传染。怎么这个我觉得几率是，对，这几率是是比打雷还要小，比打雷打中还要小。可是那时候一样，再住进负压隔离病房。可是到现在来讲的话，我肺部你看就有一块白白的阴影，那就是我的肺纤维。是，好，我们接着就赶快来看看瑞玲姐，她要打开肺给我们看了啦，哈。好，来郭医师看一下她肺的状况到底怎么样。然后刚刚我们也想到说，她肺结核之后，后来又第2次被传染，哎，这个可能性这几率感觉上很低耶。我吃了18个月药好吗？超级低，白白这个地方就是所谓肺纤维化的地方。对。那其实啊，你现在肺功能其实算不错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即使肺部有受伤，其实你还是可以透过呼吸机的训练，或者是其他运动能力的训练，其实可以达到跟正常人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就
就觉得放弃就放弃了对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啊，肺部有严重受伤的时候，其实它会比较容易得癌症，就容易生肺癌。我已经是第5个医生，你告诉我，直接在节目上告诉我，他说你得肺腺癌的几率很高，你要小心。对，会比一般人高真的，所以重点是，我们在得过这种肺结核之后啊，我们前1年大概半年要追踪一次，对之后每1年要追踪一次 X 光片，对对，这所以就第二件事。追踪。那他平常可以做什么保养吗？保养大概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生活。然后就记得，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如果咳嗽有痰大于3个礼拜，记得一定要来医院照一张 X 光片，因为我为你们大家咳不知道是发生什嗽么事情。有痰，通常是看耳鼻喉科，是不会想到要照 X 光片嘛。对，如果到了3个礼拜都还是这样子的话，记得要来医院照张 X 光片。